杨绛厌恶张爱玲，张爱玲和苏青瞧不上冰心，冰心发文讽刺林徽因是绿茶。你敢信吗？民国才女圈也有一条自己的鄙视链。如果把现在的内娱比作过家家，那民国文坛这帮姑奶奶们的修罗场简直就是诸神黄昏呐！扒开教科书里岁月静好的包浆，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互撕那是真正的刀光剑影。骂人不带脏字儿，才能把对方的尊严按在地上摩擦，且刀刀致命。站在鄙视链顶端的呢是杨绛，在大家的印象里她是个温润如玉的贤妻，但评价起张爱玲，她刻薄的让人怀疑被魂穿了。当年她给闺蜜写信，原话是这么说的：我觉得你们都太高看张爱玲了，她一经卑下，笔下的女人呢都是性饥渴者，而且样貌不佳，一脸花生米儿，总爱出风头，穿奇装异服。一句一脸花生米儿简直是杀人诛心呀！这不仅是审美的霸凌，更是正统派对野路子的降维打击呀！而被杨绛瞧不上的张爱玲呢，转头就给了冰心一记耳光。张爱玲傲到什么程度呢？她曾经公开直率的坦言，冰心的文笔呢虽然清丽温婉，但常显做作矫情，缺乏深度思想。把我的作品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简直是一种侮辱。这话说的有点太重了。在张爱玲眼里呢，冰心的文字就是矫情的代名词。你想想，张爱玲写的是《金锁记》里的曹七巧，是被封建礼教和金钱欲望扭曲成变态的真实人性，是血淋淋的现实。而冰心写的是什么呀？是纪晓读者，是母爱、童真、大自然，是提着小桔灯感叹世界真美好呀。在那个战火纷飞、大家都吃不饱饭的年代，冰心这种何不食肉糜的玛丽苏作派自然让在红尘里打滚、看透世态炎凉的张爱玲嗤之以鼻呀。张爱玲觉得这就是装，是虚伪的温情。这事儿呢还有个神助攻呢，就是张爱玲的闺蜜苏青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姐们骂人更损更直接呀！苏青曾经毫不留情的补刀：初读冰心作品时，误以为她是个美人，然而看到冰心的照片后大失所望，嘲笑冰心在自己的作品里过分炫耀她的女性气质，知道真实长相后再也没有心去读下去了。翻译过来就是长得这么普通，甚至有点丑，怎么好意思在文章里把自己写得像个万人迷一样呀？苏青和张爱玲这俩上海滩恶女那是实打实靠卖字为生，在男人堆里杀出一条血路的职业女性。他们看不起冰心这种养尊处优、靠撒娇文学走红的学院派，也在情理之中呀。而处于鄙视链下游的冰心呢，在把火力全轰向了民国第一女神林徽因。这俩人原本还是半个老乡呢，丈夫还是清华的同学，在美国留学时呢还一起吃过火锅，关系一度非常亲密。但回国后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导火索是著名的太太的客厅。林徽因这人太耀眼了，她在北京的家里办文化沙龙，也就是现在的顶级私人会所，来的都是徐志摩、金岳霖、胡适、沈从文，清一色的顶级男神文坛巨匠。林徽因在中间思维敏捷，口吐莲花，既能谈建筑又能谈诗歌，把这帮男人迷得五迷三道的。但在冰心眼里呢，这就变味了，她觉得这是不守妇道，是典型的绿茶行为。于是1933年，冰心呢在大公报上发了一篇摄影小说，叫《我们太太的客厅》。文章写得极酸刻画了一个爱出风头、工于心计、虚荣心爆棚的太太，她轻松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而她家的先生呢，则是最听话、最不碍事的摆设。虽然没点名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那个客厅就是林徽因的客厅，那个太太就是林徽因。这要是换个普通人估计就气哭了，或者发文对骂。但林徽因是谁那可是搞建筑的硬核女神智商情商双高的。看完报纸呢，刚从山西考察古建筑回来，二话没说，直接让人买了一坛正宗的山西老陈醋，托人送到了冰心家里。这招送醋简直是神来之笔一句话没说，但意思全在醋里了。你就是嫉妒，你就是酸。这坛醋送过去比骂10000句脏话都管用。从此以后，这俩人算是彻底结了梁子，老死不相往来确实公道的说冰心当年在文坛的人缘呢确实不咋地，不仅女作家不喜欢她，连男作家也爱吐槽她。鲁迅先生就评价冰心的作品是小女人的扭捏作态，十分小家子气，没有风骨。梁实秋更直白评价冰心：有女流作家之短，没有女流作家之长，不值得效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国家危难的时刻，大家都主张文学要像匕首像头枪，要揭露社会的黑暗，而冰心还在那儿用爱发电呢。这在鲁迅这帮硬骨头眼里确实显得太轻飘飘了。但回过头看，这些偏见都源于出身和价值观的巨大鸿沟。林徽因呢是理性的留洋派，搞的是建筑；冰心是教会学校出来的，信奉爱能发电；张爱玲是旧家族的叛逆少女，看透了人性丑陋；杨绛呢是书香门第的最后守护者，遵守体面规矩。这4个女人就像民国文坛的4面镜子。正是因为有了杨绛的冷眼、张爱玲的孤傲、冰心的矫情、林徽因的风情，才凑成了那个星光璀璨的黄金时代。毕竟如果女神们都像教科书里那样一团和气，那该多无聊呀！这些带着瑕疵的真实人性，才是那个时代最迷人的地方。